会找到你的。刘威和曾杰有关系？曾杰在水源艺术村有一个工作室。2018年11月24号晚上，一场大火把他的工作室烧得一干二净，什么都没留下。你和刘威分手的时间是10月20号，我在就在之后的1个月。小薇直播断播，视频停更，也就是火灾前后那几天。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。小薇跟我谈恋爱，偶然去了蛋苗做了这个盘子，偶然认识了曾杰，我啥也不是。曾杰，青年才俊，大学教授，陶艺大师。1个月后，曾杰的一场大火，小薇杳无音讯。你觉得这个逻辑背后有没有什么真相？你看你不说话了，说明你也怀疑了呀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符合程序，但你不觉得我的假设都是能说得通的吗？你都说了，是假设。你假设刘威与曾杰工作室的失火有关，但是一宗火灾都已经上新闻了，消防部门肯定是调查过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消防调查之中，对于骨骸的搜寻一向非常严谨，如果有问题，肯定会被发现。您看一下，这张照片拍摄于11月24日的10点03分，那会儿所有聚会的人都在呢。你们经常这样举办聚会吗？哦，1、2个月一次吧，平时大家也都挺忙的。拍完这张照片不久后，我太太说累了，想要先休息。然后我和朋友又聊了1个多小时，大概在11点30分左右结束。因为我的工作室是在水源艺术村，在那边叫车的话，车一般都会停到村口，所以我就送朋友们下楼出门，这样。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过炭盆啊？没有，这的确是我的疏忽。送完朋友之后，我就去看看窑炉的情况。正在检查时候，发现2楼起火了。那这么说，你看到的起火位置是在2楼？没错，我刚回到工作室的时候，1楼还没有火，我就跑去了2楼。2楼我平时会放一些书画这样的东西，也都是易燃品。我上去的时候，火已经没法扑了，我就直接又冲到了3楼。3楼的门是锁着的，我只能用力的拿脚踹，最后把门给踹开了，发现我太太并不在里边，这我才放心的去逃生。幸好我存了一些救生用品，于是我就裹上了防火毯，戴上了面罩，才跑了出去。不然，恐怕连我也跑不出去了。这个就是窑炉吧？哦，对，我们这儿的瓷器都是用这个炉子烧制的。看起来还挺先进啊。电脑控温，算是目前最先进的了。哦。哎。是不是把陶瓷直接放进去就行了？烧瓷的关键就是烧，火候把控是最重要的。曾老师对作品非常上心，每次都会亲自守着，监控温度，整夜的不休息。整夜这么久啊？所以老师常说，每一件作品都来之不易。这个炉子能烧到几百度啊？曾老师做的都是高温瓷器，要达到1200度以上。1200度？强弩灰飞烟灭呀！窑炉使用明火，但都在炉子内部，外面用隔火石棉材料封闭起来，只留下几个测温用的窥火口，整体是很安全的。哎，听说你们这儿之前失过火啊？那跟窑炉没关系，是2楼取暖的炭盆把沙发点。
那窑炉没烧坏吧？毕竟这玩意儿能烧到1200多度呢。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，窑炉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怎么可能容得了瑕疵呢？据说曾老师忍受不了棕岩啊。老师一向追求完美，曾老师的作品是不是都要求完美？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趋于。对。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，完美是一种追求。哎，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追求。哎，哥们儿，是不是有好多姑娘仰慕你们曾老师啊？当然，曾老师又年轻又有才华，姑娘，你是哪家媒体的？我就随便问，你放心，这种东西不会随便写进去的。曾老师有妻子，而且他们很恩爱。那是不是有好多女的经常来曾老师的工作室一起搞艺术什么的？就算是曾杰私生活有问题，经常带女生出入工作室，但你是怎么推断曾杰和刘威的交集的？他学生跟我说了一句话。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刘威也跟你说过？对啊，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。就在他做了那个陶瓷盘子之后，哎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啊，追求完美，棕岩，如今又多了一句趋于完美。这就是一句普通的话，谁都说得出来。这是一句普通的话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你真的能说得出口吗？这不是证据。我从来没说是证据，只是推理。哎，好，给我来2瓶啤酒啊！我今儿没开车。咱们再说说火灾，我问过你。炭盆，这么不小心啊？老师其实一向很注意用户安全的。那天因为和几个朋友在2楼的画室聚会，送朋友们离开，又去看窑炉里的瓷器，就在旁边守着，结果忘了回2楼把炭盆熄灭了。说到底还是老师太过认真，痴迷创作的缘故。炭盆点着了沙发，这合理吗？这炭盆又不是垃圾桶，随便踢脚就能踢到沙发边上的东西。而且他们当时在聚会，沙发上不可能空着不坐人啊，那炭盆怎么会靠近沙发呢？只能是有人故意挪过去的。谁会挪？谁有这个动机？这个人只能是曾杰。听说曾老师新建了一个和以前一样的工作室啊？对，老师说习惯之前的设计了。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。那个位置我看了，我也问了他的学生，就算整个房子都烧了，也对这个窑炉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他还是换了一个全新的。我认为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因为追求完美，他这分明就是销毁作案工具。这一场大火就是为了掩盖凶案现场。所以你的推断是，曾杰杀害了刘威，投入窑炉进行焚烧，再之后人为制造了一场火灾，焚尸灭迹。这窑炉内部能烧到1200多度，这么高的温度足够把人烧成灰，烧得什么都不剩。但是他不放心啊，所以他需要一场大火，把所有隐患全部烧掉。逻辑合理。我问了他是学生，他学生说啊，火灾发生后，曾杰第一时间就戴上了防火面具，披上防火毯逃了出去。而这些东西啊，是事发前不久，曾杰刚刚拿到工作室去的。准备充分，蓄谋而为。你看，你也这么认为了吧？但是大灰灰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都可能是巧合？你信啊？炭炉距离沙发很近，但并不是完全贴着。因为当时有炭盆，所以2楼开了窗子。人们走了之后，风把毯子吹起，撩到了炭盆上。更换窑炉是因为窑炉的外部被高温辐射到了，会导致内部温控的不精确。曾杰是对艺术创作要求很高的人，所以他必须更换一个更稳定的设备。火灾前的1个月，曾杰被学校安排参加消防培训，还被叫上台与消防员一起进行示范。培训之后，消防局发了逃生的装备，他带回了工作室。如果按照你的推理的话，那岂不是消防局要和他一起演戏？你确定？是的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
曾杰工作室烧毁的那些艺术品值多少钱吗？几百万。里边有获奖的作品，还有一些待交付的瓷器。如果真的是蓄谋作案的话，他干嘛不把这些提前运走？你的分析的确挺有说服力的，网络上有非常详细的报道，我是逐字逐句看过的。如果有问题，绝对会发现。李德，你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你为什么会仔细看那个官方的通报？还不是因为你？那是因为你跟我一样都相信小薇失踪了。她失踪的太彻底了，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曾杰工作室的火灾和小薇失踪的时间正好在同一个区间内，你也怀疑小薇是不是死在了曾杰那儿？这是我的推断，我会继续查下去。